香港大部分嘅地咧都係靠填海造地得翻嚟嘅，但係咧而家好多人都反對填海喎。點解以前造地咁成功嘅做法，而家又為人所唾棄咧？填海係咪真係萬能嘅咧？今日不如我哋就嚟研究一下填海嘅爭議啦。大家好，運吉台台長啊！明日大嶼嘅爭議咧就鬧到沸沸揚揚喎。支持者係覺得啦，大規模填海先可以快速獲得大量嘅土地，咁香港先可以發展嘅。咁反對者咧就反而覺得填海造地好唔環保喎，又要破壞生態環境啦，又要破壞海洋生物嘅棲息地。咁我哋一連兩集，上集就係研究一下填海係咪環保啦，係咪會破壞生態啦，我哋應唔應該填海啦？今日下集再嚟討論明日大嶼係咪值得推行啦，會帶嚟啲咩好壞處？咁今集係上集嚟嘅，我哋就由填海嘅歷史啦同埋做法，我哋就研究下填海到底係一回事啦。填海英文 reclamation 或者 landfill 就係喺海或者河或者湖入邊去製造一個新陸地嘅過程。咁填海中文呢個字就係嚟自華人文化神話入邊精衛填海嘅故事。咁最早就係由荷蘭人開始去填海造地嘅，而家有超過20% 嘅國土咧由填海得翻嚟嘅。大部分嘅沿海城市喺面臨土地不足嘅問題嘅時候咧，都會傾向用填海嚟去製造啲新嘅平地去發展。咁喺介紹其他國家嘅填海案例之前，我哋睇一睇填海有啲咩類型呢？首先啦，填海工程可以大致分為3類：近岸填海啦、連接島嶼啦，同埋人工島。近岸填海就係沿住現有嘅海岸線向水域嘅範圍延伸，即係而家大部分香港中環啦、將軍澳啦等地，亦都係香港主要嘅用法。咁連接島嶼咧就係將天然嘅島嶼用填海嘅方式連接去原有嘅陸地，例子有昂船洲啦。仲有一個就係人工島，就係喺本來冇陸地連接嘅水域上面咧，就填出一塊全新嘅土地，即係而家講緊明日大嶼就係呢一類型嘅地方啦。咁喺外國咧，佢哋都會用填海嚟去為自己做新嘅陸地嘅喎。嗱，全世界咧就唔係淨係得香港先填海嘅啫。首先一海之隔嘅澳門，佢嘅氹仔啦同埋路環咧，其實佢之間嘅一個新區叫做路氹城咧，其實就係填海做出嚟嘅。咁喺日本咧，長崎機場啦同埋大阪嘅關西機場都係填海做出嚟嘅。咁另外韓國嘅仁川機場啦、新加坡樟宜機場啦都係填出嚟嘅。新加坡甚至已經填海咗成100幾平方公里㗎啦。阿聯酋杜拜填咗2個棕櫚群島嚟去做旅遊用途。另外就俾有錢人買入嘅世界群島啦，亞洲以外填海嘅更加不在少數。倫敦啦、都柏林啦、巴塞隆拿啦、威尼斯啦、伊斯坦堡啦、芝加哥啦等地方，全部都會有填海嘅記錄。咁我哋翻嚟香港啦，我哋淨係睇香港先，我哋淨係睇睇香港填海嘅歷史。香港第一次有記錄嘅正式填海就係1850年代英治時期嘅文咸填海計劃，就喺上海文咸東街一帶。咁跟住喺日軍佔領香港之前咧，仲有喺港島堅尼地城至到銅鑼灣一帶啦，跟住就喺啟德機場填海啦，同埋各個非正式由政府推動嘅私人填海工程。咁而家有條街叫新填地街，呢個名其實就係講緊當時海邊嘅位置嚟嘅，就係新填咗出嚟嘅呢塊地嘅最出邊嗰條街。咁喺日軍撤退之後咧，沙田區啦、柴灣區啦、啟德啦、觀塘啦、紅磡啦、荃灣啦、屯門等地都有進行填海工程嘅。大部分而家嘅土地都係當時填出嚟嘅。咁喺90年代都填出咗赤鱲角機場啦、西九龍啦等等，史稱玫瑰園計劃，咁就填咗好多新嘅土地。咁而家比較新嘅填海地區咧，都係當時去填出嚟㗎啦。咁喺香港主權移交之前一日，當時英治嘅立法局就正式通過咗《保護海港條例》，禁止喺維港嘅範圍入邊填海嘅。咁如果要填海咧，就必須先符合3個原則咧，首先就係迫切，第二就係冇其他可行嘅方法，第3個就係對海港嘅損害已經係最細嘅方案嚟㗎啦。咁所以咧，只有極少維港地方仍然有進行填海工程。咁政府亦都將目光移去維港以外嘅地區，包括有機場嘅第3條跑道3跑工程啦、港珠澳大橋工程啦、屯石隧道工程啦，仲有而家提出嘅明日大嶼工程嘅。咁香港填海嘅歷史咧就到呢度啦。咁進入正反意見之前，我哋睇一睇其實填海係有啲咩方法去填嘅呢？
咁而家填海嘅方式主要有3種啦，疏浚式、非疏浚式同埋淤填填海嘅。咁前兩款嘅分別咧就在於海床嘅淤泥會俾人挖走，咁疏浚式嘅填海就會將海入邊嘅淤泥挖走啦，先至鋪翻海沙同埋填料個海度。咁就會因為挖嗰啲淤泥嘅時候咧，就令到海水變渾濁啦，咁就會影響水質。咁非疏浚式填海就係唔清理個海床啦，將啲海床嘅淤泥啦同埋水泥撈埋一齊變咗做石泥柱。咁其實咧唔挖淤泥咧對海嘅影響咧係比上一種方式咧係低少少嘅。咁第3種就係淤填填海咧，就係淨係做一個堤壩喺填海嘅地區同埋海之間，跟住填咗出嚟嘅湖咧就將啲水抽好之後就攞嗰塊海床嚟發展，唔使再填個地表。你可以想像起完船灣淡水湖之後，將個淡水湖啲水抽走晒，就係攞塊陸地嚟用啦。咁理論上由於填海嘅空間最少啊，對生態影響都係最低嘅。不過由於填海空間比海面低啦，咁排水系統或者堤壩有問題咧，咁就會令到新陸地出現水浸啦，甚至好似洪水咁樣啦。咁睇完填海嘅方式，我哋嚟睇下填海嘅好處啦。點解我哋以前係會用填海嘅方式去起陸地嘅呢？同其他發展嘅方法，例如之前提過嘅舊區重建啦，或者發展棕地啦，都唔同喎。填海係唔使特別收地嘅，即係向擁有人去提出收購啦。咁你只需要經立法會批准就可以直接動工噶啦。而且得嚟咧就係一大片嘅地皮，咁就唔使諗點樣喺一橛仔嘅地方發展，而係可以成個區做一個完整嘅規劃。咁所以發展效率咧係最高最直接嘅，而且規劃上更加會好啲啦。咁喺更加細嘅地方咧，咁填海都可以美化個海岸線啦，將條海岸線變直啦，改善個景觀。咁雖然填海睇嚟好有效率啊，可以輕鬆解決而家香港土地嘅問題喎，但係填海都會犧牲其他嘢嘅。而家市民好多就更加反對填海啦，主要係新一代嘅人嘅環保意識提高咗。咁無可置疑啦，填海由於會將一紮海變做地啦，咁海嘅空間就會一定會少咗啦。咁原本填海區嘅生態都必然會消失。而附近嘅海域咧，亦都因為工程而令到海水混濁，影響佢哋嘅棲息環境，甚至破壞當地嘅海洋生態，咁令到棲息當地嘅生物咧冇辦法生活啦，咁就要離開個地方。例如香港嘅三跑工程啦，同埋港珠澳大橋工程，就令到當地嘅中華白海豚離開個地方。咁對於環境咧，填海港就會令到海港變窄啦，咁水流就會更加急，令到波浪更加大，沿岸嘅地區更加容易受海浪侵蝕。亦都會可能令到填出嚟嘅地咧，就因為面對水土流失，咁填出嚟嘅地土可能會俾人帶走。咁一個內港嘅空間真係有防波堤保護啦，或者外島中間有水咧，咁就可能令到污染物積聚，咁令到內港嘅水質惡化變臭。咁杜拜嘅世界島就發生過類似嘅問題，後尾改咗防波堤設計先有少少改善嘅啫。咁喺填海物料方面啊，用海沙咧就喺抽海沙嘅時候破壞海洋生態，令到海水混濁。咁用機沙咧，就喺生產嘅時候排放廢氣喎。咁使用建築廢料咧，就可能污染海床。咁如果你要減低個污染咧，有可能需要更加高嘅技術，令個成本增加。香港咧係填海發展出嚟嘅，冇當初嘅填海就唔一定造就到而家出現喺度嘅香港。但係一路以嚟嘅做法，又唔代表佢係一個正確嘅做法。支持者大多數着重喺發展方面啦。香港地少人多，已經冇地去起樓啦，點樣俾幾百萬人住落嚟呢？咁反對者又着重喺環境方面啦，填海就會令到海洋生物冇好佢嘅家園。就算話佢哋可以去海嘅其他地區居住啊，咁但係邊個會又想失去自己一直住嘅地方，遠走他鄉呢？人類發展同自然生態成反比嘅，要得到一樣嘢，幾乎要放棄另一樣嘢。咁就算話發展到呢一邊啦，咁同時我哋俾翻第二度去做補償。但係又係咪一定要補償到呢？定係補償嘅只係人類自己過錯嘅傷口呢？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我哋下集呢，就再睇一睇有關明日大嶼嘅爭議。最後就想問下各位，你認唔認同用填海嚟造地呢？ A 同意啊，最有效率嘅做法點解唔用呢？ B 唔同意啊，咁會唔會破壞到當地嘅生態環境？ C 就係兩面睇啊，真係雙面人，始終要發展就一定破壞到生態啊。D 其他留言分享你嘅睇法啦，咁最後可以撳個讚啦，再可以訂閱。再等埋下一集，咁再有留言分享你嘅睇法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